大家好，我是 Liz。现在我在今年新入亚洲50最佳餐厅的 Wing 永正要品尝他们的中菜菜单。这个是大厨 Vicky 郑永琪全新的作品哦。他原本是做法国菜的，在 Wing 他做的是他的诠释的中菜。我一直很想来吃。这次香港的一大重点就是来吃 Wing， 非常期待今天的菜色会是如何呢？现在就带大家来瞧瞧喽。Vicky 主厨原本开法式餐厅 Veya， 他靠 Veya 餐厅摘下了米其林1星，也打入了亚洲50最佳餐厅排名最高，曾经来到第12名。他在 Veya 呢做的其实就是法菜加成中菜的一种形式哦。他用法式的烹调手法，可是加入了一些中式的食材还有风味。Wing 是在2021年的4月开幕的，在疫情之中，而位置呢就在 Veya 的楼下。这个空间原本是 Veya 的 lounge， 在去年底关闭，在这段关闭的时间，就是把它悄悄变成了中餐厅 Wing 啦。那你可能会想 ，Vicky 主厨又没有受过正统的中菜训练，他是法菜出身，他会做中菜吗？以下就要来带大家看看他诠释的粤菜、中菜是什么感觉喽。首先还是给大家看一下香港高级餐厅一个基本配备，就是口罩套。我这次到每一家餐厅都观察，都有口罩套，让你把口罩收纳起来。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有一些 welcome drinks。中国的传统里面有一个24季节的一个，现在是秋分，主厨也会找一些比较时令的食材去做一个 welcome drinks 这样。今天我们喝的是一个沙参桂圆茶，比较软一点点的。沙参桂圆茶味道喝起来清甜回甘，然后有滋润的感觉，我觉得很好喝，也的确是让你把胃口打开来。马上就看到头盘的部分啦，有4道头盘上菜哦，这个架势相当的有气势。主厨小时候很喜欢讲那个菜或是那个倒茶给他的长辈，所以也想保留这个传统在我们餐厅第一道菜里面。第一个是醉的南非鲍鱼，用了花雕还有五加皮去腌制带有醇香，那肉质很弹嫩，而且味道也都有进去，算是蛮好吃的一道凉菜。第二个是虾马棒中间是一个云南的皱皮椒，吃起来带有一点微辣，推出的是一个海盐黑的一个区别的小口一点。皱皮椒其实吃起来有点像是，比如说青龙辣椒或是青椒，有那样子的青绿色的椒香，还蛮开胃的。然后象拔蚌的熟度也控制得很好，没有过老 QQ 的。还有一道比较特别的是香辣生蚝拌皮蛋。通常你在中餐馆或是粤菜餐厅不会看到生蚝配皮蛋，而在这边配上了，这就是 Vicky 主厨个人的对于中菜的诠释哦。这个日本的生蚝呢，非常的 creamy 哦，你可以看到它的断面，然后咬下去呢，真的就像是吞下了一块海中的奶油一样。配到我们自己做的一个皮蛋，还有一个麻辣汁，所以吃起来那个皮蛋的味道会比较浓一点，然后很香的鸭蛋的味道。这3个东西加在一起吃啊，既有浓郁的感觉，然后又有皮蛋的那一种也是 creamy， 然后会在你嘴巴化开。可是麻辣汁呢，又把这些浓郁、这些厚重给它消除掉，算是蛮过瘾的一道前菜。还有一道我很爱的是烟熏酸汁茄子，你看看这个编织的手工超美。它用的是主要是茄子的皮的部分，不会软烂，然后用苹果木去烟熏它。那这个调味呢也是比较偏酸一点，再加上剁碎的姜、葱还有辣椒，其实有点像是手撕茄子不过它就是把它改良并且精致化了哦。编织的茄子就非常的搞刚，然后吃在嘴巴里面呢也很开胃。臭豆腐虎虾多士，把虾多士的概念跟臭豆腐结合。其实之前我们在古巴米 social 陈兰书主厨今年在台北开的新餐厅也看过这一道菜哦，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互相致敬呢？总之现在在 Wing 也有这一道臭豆腐虎虾多士，那它是用新鲜老虎虾的虾胶混合臭豆腐，整个拿去炸，是辣椒酱豆瓣酱。豆瓣酱。那这个呢？甜酱，海鲜酱。海鲜酱。对。
它完全不油腻，臭味很优雅。你知道是臭豆腐，可是那个味道的袭击呢是轻轻柔柔的，因为混入了虾酱的关系，它整个质地很弹 Q， 又像海绵，吃在嘴里又有外层酥酥的，还有底下的吐司薄片也是酥酥脆脆的，相当开胃的一个头盘的热前菜。杏汁蛋白淮山汤，用的一个鸡汤的汤底，所以跟传统的猪肺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味道。底下也配了一个比较很滑的一个蛋白质和，中间是日本鲜淮山，吃起来比较粉一点点。杏汁蛋白淮山汤其实是一个广东的杏汁猪肺汤的变奏，通常它是用猪肉来搭配这个南北杏磨成的杏汁，但是在这边呢，它改用了鸡汤。而这个鸡汤应该相当浓吧，它有一点点黏醇，然后有非常浑厚的鸡汤的鲜美。这边还有个变奏是蛋白，下面有蒸过的蛋白，有点像奶酪一样，让整个汤喝起来又更加的浓醇。通常它会里面会有肉，可是这里呢用的是一块日本的山药，所以更清爽一些。你有没有发现它全部都是白的？杏汁汤、蛋白跟淮山，这个也有一点点这种法餐主厨的那种创作的概念在里面哦。今天的石林鱼，用了来自日本的腌制鲳鱼，跟本地鲳鱼不一样，是它的肉比较肥美一点点，好像麻油一样。今天配了一些梅菜，还有日本葱花在上面一起蒸。大豆梅菜都配比较肥的肉，好像梅菜扣肉之类的菜，所以这个鱼就刚刚好。这个日本的鲳鱼油脂相当丰厚，配这个梅菜有清脆的口感。我觉得梅菜跟台湾梅菜不太一样，它可能用的比较偏向梗的地方，所以口感比较清脆，味道比较甜一点。我觉得还有配上这个葱油，葱油还蛮能去腥解腻的。这算是一个比较新的做法，因为广东菜里面梅菜好像通常会跟猪肉或是茄子一起配鲳鱼，算是一个比较崭新的概念。这边还有个特别的小碟子，叫做熟女碟。因为呢，它的骨头就放进去，然后就轻轻的盖起来这样子，然后就是不让别人看到自己凸出来的骨头这样子。对，有没有很优雅？这个也是很有 fine dining 的精神。蟹粉，阿拉斯加皇帝蟹配煎肠粉，你看超级澎湃的帝王蟹，堆高高的煎肠粉，黄澄澄的蟹粉汁，这个就是一道很有代表性的，我觉得很秋天的蟹的料理。那个蟹每天早上都会新鲜到我们的餐厅，本来阿拉斯加帝王蟹是没有蟹粉在里面的，所以我们也用了现在石林的一个燕仔蟹，还有一些膏蟹的蟹粉，手拆了出来，然后配搭在一起吃。旁边的淀粉呢是煎脆的肠粉，拿来沾这个蟹粉来吃呢，一方面 QQ 软软，然后表面酥酥脆脆；二方面又有蟹的鲜美。帝王蟹的蟹肉呢又很饱满、很肥厚哦。不过我觉得这道菜其实比较像是西餐的思维，它有主食材蟹肉，有酱汁蟹粉，然后还有配菜有煎肠粉哦。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是它原本擅长的法餐逻辑来组成的一道菜。接下来出现了一道隐藏菜色，不在菜单上的是一道清汤腩。Vicky 主厨他特别亲自来帮我们上菜哦，在现场帮我们加热它。We use beef that has never been refrigerated. So this is local beef. Local beef. Local beef. Hong Kong. Yes, local beef. Really? This is 黃牛。香港本地黄牛做的清汤腩真的蛮好吃的，蛮有牛肉的香味，因为它这个牛腩还是有一些脂肪跟一些筋的部位，然后把它炖软了，所以很软嫩。通常清汤腩不会有花椒，而是加大量葱花，但是这边的做法是用上了四川的藤椒，麻麻的、酥酥的那种口感，后味会凉凉的，所以让你觉得蛮清爽。撒上的芹菜也是去油解腻。Looks so good. 中菜园往往会有一些传统的包袱嘛，但它就是作为一个西餐的主厨，他就可以来抛弃这些包袱，把香港的清汤腩加上了四川的藤椒，我觉得这搭配挺开胃的。
接下来这一道主菜啊，是烟熏这只乳鸽，我整个晚上最喜欢的一道菜，因为它是一道直球对决的菜。鸽子我们风干熟成了大概3天，所以吃起来肉的味道会比较浓一点点，比较多汁，然后也涂了一个甘蔗汁在它的皮上面，所以吃起来带有一些微甜。最后刚刚那个烟也是用甘蔗去腌制的。这边应该是有用上了西餐的肉类调理手法，首先它经过熟成嘛，然后再来它有经过控温，再加上它也对于肉类的熟度掌控是很好的，一咬起来呢有 juicy 的感觉，我觉得是一道很好吃的乳鸽。这个跟一般粤菜餐厅比起来，我觉得也一点都不输，甚至更好吃。吃完那么多菜之后呢，可能有一点饱已经，所以在那个比较腻的饭之前，我们有那个比较酸的一个汤，可以清一下那个胃。然后我们选用的是来自云南的小冬瓜，配到一个台湾的小番茄去做了一个汤，下面也配到我们自己腌制的一个咸菜，还有夜香花一起吃，因为冬瓜通常都是配夜香花。这边有点像是冬瓜盅的另一种诠释，把它做的比较个人份，然后没有那么的像冬瓜盅那么的大哦，但是还是有把冬瓜盅的意思给做到。今天最后一个是饭，包子花椒饭，底下也配到一个日本米是吃之外呢，那个包子就没有那么甜，所以吃之后呢会比较面口一点。里面也加了现在非常时令的一个纯盐一起吃。来看看这个亮漆、这个色泽，还有黏口的胶质在里面哦。搭配的米饭呢，用上的是日本的新系月光米。香港人呢一直都觉得日本米很高级，所以很多高级餐厅他们会把原本他们吃习惯的茉莉香米换成日本米哦。用原本的茉莉香米应该会更香吧，还有那个干松的口感，我觉得比较合适。这边新系月光米还是煮得很好啦，有让它的口感特别的弹 Q， 然后粒粒分明。不过我私心会比较喜欢这个爆汁去浇这个茉莉香米哦。甜点的阵仗也很大，你现在看到的是有桂花雪椒配椰子雪芭。那雪芭它其实是 sherbet 或是 sorbet 的意思，在这边它的牛奶的含量其实不高，所以应该是比较像 sorbet。雪椒呢，其实就有点像炖雪耳哦，木耳哦，也是有黏黏的胶质。还有2个小点心，一个是黑芝麻糯米糍，另一个是莲蓉的甜甜圈。我觉得把甜甜圈做成莲蓉馅这个 idea 很棒。黑芝麻糯米糍它其实就有点像麻糬一样，很嫩 Q 嫩 Q 的感觉，然后一口咬进去呢就会爆浆哦。飓风葡萄很可爱哦，它给你一把剪刀让你自己去剪。我觉得这种巧思还有这种花招是我蛮欣赏的。这个也跟薇娅先前他们最后上水果也很像。比如说，它会给你一整排不同种类的日本草莓让你去挑选。这里山东的冬枣呢，它其实就像是比较大颗哦，新鲜的红枣，吃起来的口感呢，其实还蛮像蜜枣的，然后也有青苹果的感觉。另外还有个隐藏版的甜点是凤仙雪条，雪条就是冰棒的意思啦。这个其实是一个怀旧的香港冰棒，已经停产了。里面是芒果的冰淇淋，然后外面包上了是香蕉白巧克力脆皮。Win 呢 ，Vicky 只是把它重现了，复刻出来，因为他说他妈妈很喜欢吃这个冰棒，而他妈妈呢要从加拿大回来看他了，所以他就先准备好，让他妈妈一回来就可以尝到这个令人怀念的凤仙雪条。Vicky 主厨称 Win 是 borderless Chinese cooking， 那我觉得他带来新的观点是很好的，不过他也一直很谦虚，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受过正统的中菜训练，的确会有人去放大解释说，你这个高汤怎么做的对不对啊，或是你这个叉烧的做法对不对啊？在 Win 其实是很多是他自己想吃的菜色，或是他太太 Polly 想吃的菜色，他就把它融合起来。 So that's when Veya started, which is my restaurant upstairs. Almost 7 years now, you know, and it came to a point where I was so deeply interested in Chinese cuisine, and COVID came, and I was in town all the time, and I had time to do something, and it was a very quick decision to build a restaurant, and you know, in the beginning we were quite scared to see, you know, am I really supposed to do a Chinese restaurant in the heart of, you know, where Chinese cuisine really is?
without any background of Chinese training. And then, but we said, you know what, let's just do it because my heart told me that I was really into Chinese cuisine. Sort of off menu that were we'd like to say is very delicious, but then it was just too Chinese. So those items never made it on Veya's menu because we had to stay very focused. This is a French restaurant with a collection of these sort of items. We said, okay, let's do a Chinese restaurant, and this is Wing. I love French still, and you know that's still where I started. Being in the industry for 21 years, and all of a sudden you have to learn something completely new that you don't know. So it's like you're immersing yourself into a new. Like as if I was a culinary student again, and so it keeps things very fresh. You know, when I first opened this restaurant, I didn't know how to hold a wok, and so I was hiding in the kitchen. You know, I didn't really want people. I didn't practice? really. Yeah, I had to practice without letting the cooks know that I was practicing. Really? You know? Yeah. So when they go home, you know, I'm in there practicing. You have Chinese cooks in your team? I don't. It's mainly Western French. cook. Okay. We have like one Chinese cook, but I mean, even then, it's not. He's not really the main part of the kitchen. You know, we have Western cooks basically doing the woks. They also have to learn from scratch. Yeah, absolutely. And I teach them after I learn how to do it. We opened this restaurant with a new concept that in a time where Hong Kong really needed a new concept because people cannot fly, people can go anywhere, and all they can do is stay in Hong Kong to eat. We opened something new when Hong Kong needed something new. So it all worked out. 我觉得 Wing 是一家破格的餐厅，由法餐厨师来做中菜，相当大胆。但是我觉得也必须要是由一个外人来做，才能去破除中菜原本某些的成见跟一些框架。我相信 Wing 一定会继续进化，那也很期待他会怎么样再去融合他对中菜的理解，还有法菜的理解。他来做中菜，应该会打开一番新的局面。我还蛮期待他接下来会再做出怎么样特殊的他的诠释的中菜。香港餐厅我还会继续帮大家开箱，大家还想要看什么内容呢？也欢迎留言给我哦。最后不要忘记帮我订阅、按赞、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拜拜。